无法抗拒的恐惧。玉秀还是到会计室去了，想来想去，玉秀还是愿意赌一把，押上去了。再怎么说，这也是自己的一个机遇，要把握好的。前往会计室之前，玉秀精心打扮了一回，还鬼使神差的拿了郭巧巧的2只红发卡，对称的别在了头顶的两侧。玉秀花枝招展，却又默然无声的来到小唐阿姨的面前，想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却有了弄巧成拙的感觉，很别扭，脸上的笑容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所以玉秀几乎没有说上几句话，闷着头只是拨弄算盘，总是错。唐会计望着玉秀头上的红发卡，心里头有底了，说明玉秀这丫头什么都知道了。这丫头不笨，响鼓到底是不用重锤的。小唐的心里发出一丝冷笑，对自己说：呆丫头，你打扮给我看又有什么用？小伟的事这一回看起来是8、9不离十了。遗憾当然也是有的，那就是这丫头的农村户口。再怎么说，农村户口到底还是低人一等的。不过转一想，小伟要是能娶上郭主任的小姨子，他小唐好歹和郭主任沾亲带故了，这是很好的。小唐突然犯过想来了，自己还高出郭主任一个辈分呢。这么一想，小唐来了几分精神，都有点紧张了。这可怎么说的呢？这可怎么好呢？事态安静了一些日子，玉秀除了算盘上有所进意，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。不过小唐不想拖了，得找个机会给小伟和玉秀挑开了。只要挑开了，小唐就可以抽身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们自己的事，他们自己去销售。重要的是让他们自己点破了，男男女女的总是捉迷藏也不是事，要趁热打铁。趁热打铁才能成功，国际歌正是这样唱的，可见国际上都是提倡趁热打铁的。小唐又把玉秀喊到家里去了，玉秀面有难色的样子，知道这一回是什么意思了，一下子有点吃不准。小唐却不由分说，拉过来就走。小唐是过来的人了，懂得这个，女孩子哪里能不扭捏一下子，所以要强迫。女孩子的这种事就这样，你越是强迫，她越是称心如意。小唐这一次选择的路线没有从外面绕，而是直接从国营米厂的里头穿了过去。国营米厂的一半的地盘都是宽敞的砖瓦房，其实就是大米的仓库了。玉秀望着这些青砖青瓦、红砖红瓦的房子，感受到国营米厂辽阔的气派。小唐自言自语地说：老高就在这里头。玉秀知道老高正是高伟的父亲，小唐的男将了。老高不是一把手。小唐放慢了脚步，轻声说：不过呢，老高在厂里说出的话不亚于一把手的分量。玉秀一听到这句话，心里头突然便是一阵紧。以小唐说话办事的风格，玉秀猜得出这句话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暗示性了，其实已经把自己牵扯进去了，却又是很直接的关系到自己的前程了。小唐表面上说的是老高说话的分量，而在玉秀听来，小唐的话才更有分量，具有掌握命运的能力。玉秀想，机关到底是一个不一般的地方，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决定别人的一生。玉秀的呼吸都有一点急促了，脑子转得飞快，都是自己和国营米厂之间的可能性。玉秀稀里糊涂地走进了小唐的家门，高伟在家，显然在等待了。这是玉秀预料之中的，因为预料到了，玉秀并没有过分的慌张。高伟可能等的时间长了，按耐着一股焦虑，反而窘迫得很，有些受罪的样子。
比较下来，还是玉秀大方，具有驾驭自己的能力。高伟面南，玉秀朝北，在堂屋里坐下了。小唐脸对着东，陪着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，气氛相当的轻松，却又出奇的紧张。就这么枯坐了片刻，小唐似乎想起什么了，站起身说：“怎么忘了？我去买个西瓜回来。”玉秀看见小唐站了起来，也跟着起身了。小唐一把摁住玉秀，说：“你坐你的。”小唐拿了一只尼龙网兜，窝在手心里头，转身便往门口跑。小唐都已经出门了，却又回过身来，把两扇大门掩上了。玉秀回过头，正好和小唐对视上了。小唐让开目光，对着高伟笑得相当的特别，是做母亲的特有的自豪，那种替儿子高兴的样子。小唐说：“你们聊你们的。”屋子里只剩下玉秀和高伟了，除了蒸汽机，四处静悄悄的。这阵安静很突兀，很特别，有了胁迫的劲道。玉秀和高伟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安静显然缺少准备，想摆脱这种安静，却无从下手。空气骤然严峻了，高伟的脸上涨得厉害，玉秀也好不到哪里，想说话，一时不知道嘴巴在哪儿。高伟都有些吓坏了，很莽撞地站起来说：“我……”却又说不出什么，只有越来越粗重的喘息了。玉秀不知道怎么弄的，突然想起大草垛旁边混乱的喘息声，想起自己被强奸的那个夜晚了。高伟迈开了脚步，可能是想去打开门，好像是朝玉秀的这边来了。恐惧一下子笼罩了玉秀，玉秀猛地跳起来，伸出胳膊挡在那儿，脱口说：“别过来，别过来！”玉秀的叫喊太过突然，反过来又吓着高伟了。高伟不知所措，脸上的神情全变了，只想着出去。玉秀抢先一步，撒腿冲到了门口，拉开门，拼了命的逃跑。慌乱之中，玉秀却没有找到天井的大门，伏在墙上，往墙上撞，不要命的喊：“放我出去！”小唐走出去并不远，听到了玉秀的尖叫声，立即返回来了。小唐一进天井，就看见玉秀伏在那里拍墙，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小唐把玉秀拉到门口，玉秀夺门而逃，只留下高伟和他的母亲。高伟怔怔地望着他的母亲，好半天才说：“我没有。”是那种强烈的申辩。高伟极其惭愧地说：“我没有碰他。”小唐把他的儿子拉进堂屋，左右看了几眼，家里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小唐想了想，胆小如鼠的儿子说什么也没有那个胆子碰他的，他要有那份胆倒好了。可怎么会这样的呢？小唐坐下来，翘上腿，一巴掌把手里的尼龙网兜拍在桌面上，说：“别理他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这丫头有癔症，农村户口还到我家里来假正经。”